备射击。拿下安七渡口，楚占刚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几天来让蓝军折腾得寝食不安，没睡过一个踏实觉。现在他终于睡着了。政委、参谋长、朱团长报告：摩步三营已登上安齐江渡口北岸，已全部占领5公里堤防阵地。要不要报告旅长？不行不行，旅长太累了，让他呀再睡会儿吧。好，那我让炮团做好过江准备。蓝军呢？现在去向不明，但被我击毁步战车4台，战斗减员120人。我估计已经溃不成军，趁夜色掩护撤退了。今晚就不要渡江了，让机步营向纵深展开搜索，沿公路向北展开侦查，控制最少50公里路段。旅长，明天一早炮团过了江，我们就是一路畅通了。哼，我是恨弘毅，到现在不跟吕布联系。如果特大调出来个南北夹击，蓝军的机步营就不是被击溃，而是被全歼了。是的，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跟洪大队长联系，但没有成功。摩步三营情况怎么样？接导演部裁决通知，减员1/4。丁参谋长，你看指挥所能不能连夜组织？不行不行，老楚啊，你太累了，明天上午再出发吧，就半天的路程。今天晚上呀，睡个踏实觉。旅长，和这支蓝军对抗，指挥所绝不能孤立行动。等明天先头部队到达后，指挥所再出发也不晚。好吧。哎，朱旅长，吃点宵夜吧。你不说我倒还没感觉，你这一提醒啊，我还真感觉到饿了。同心人，旅长，我感觉安西渡这一仗打下来，我们开始顺手了，是吗？韩鹏玩的那几招，咱们可都一一领教了。什么心理战、网络战、信息战，其实就是那么几下子。真到了动枪动炮，他就有点招架不住了吧？明天炮团一过江，看他韩鹏还有啥招。其实刚开始那几招心理战啊，真是让我头疼，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像那个狗咬刺猬啊，不知道从哪下口。那就别理他，大胆往前闯，这不闯过来了吗？丁盘啊，我们啊再考虑的仔细一点。除了这几招，韩鹏还能用什么手段？还有什么新的战法？我们考虑仔细了，再遇到麻烦，应付起来心里就有数。哎，古人讲，兵来。二营，按原计划发起进攻。是。
军向2营发起反冲锋了。大队长，摩步2营也发起冲击了。看来是炮火准备失败，只能靠步兵冲锋了。李参谋，马上通知2个中队靠上去，配合2营往上攻击前进。我带1中队从西边冲锋上去。是。您这是搞什么玩意？部队打演习，红蓝2军都有战场全降这个环境，他怎么能这么宣传呢？我跟你说，亲，上交武器，给你找媳妇啊，给你好评啊，真是革命爹啊！还讲不讲政治？哎，人家蓝军的宣传，咱不敢相信。可要是真能兑现，也蛮吸引人的。把他给我打掉！看来蓝军把2营早给包围了，再这样打下去也是持久战，不如我们直接占领蓝军基地。好，看来我们只有拼了，兄弟们，跟我上！东东幺，我们发现了红军指挥车，冲上去，别让楚占刚溜了。是，出去。出来！出来！
30分钟，演习就要结束，我还看不出来谁胜谁负。楚占刚这时候虚晃一枪，肯定是另有其兵。报告，分割创造的部队已完成对红军魔步营的围歼，并且阻击了企图偷袭我前沿阵地的红军特战大队，但我2个机步营也伤亡过万。档案部裁定，我机步1营和机步2营损失惨重，丧失继续作战能力，退出演习。我们还有多少兵力啊？长官，除了守备4个火力要点和前沿阵地的1个排，只有彭福大队长指挥的作为预备队的1个特战大队。是我的失误，不应该过早的出击。通知彭继海，马上掩护佟政委还有指挥部转移。是。长官，应该撤离的是你。我想留到最后。楚占刚要抓的人是你。这个我清楚。韩鹏，现在山豹旅只有一个声音，执行我的命令。报告，参谋长，旅长上来了。旅长，我真为你担心啊！上面情况侦查清楚了吗？韩蒙的主力都下山了，没想到有去无回。现在高队长留下的不到1/4，东面只有1个半警戒，他想不到我们会从这边上来。上面只有1个火力点，你回去告诉旅长，等我干掉这火力点，你们再上来。是。上。上！警戒！韩鹏就在那边，我担心。欢迎陆军909旅旅长楚占刚大校光临本所，蓝军山豹旅旅长韩鹏在此恭候多日。报告旅长，我们已找到阵亡的909旅参谋长丁凯，并抓获909旅特战大队长洪毅。把2位战友请进来，同时照顾好外面的红军官兵。是。楚旅长，是这样，刚才在上山的通道上，我的特战大队袭击了你一个特战小分队，并擒获了你特战队的队长洪毅，同时也找到了你部参谋长丁凯。也就是说，当你进入我的指挥所那一刻起，我的第2梯队已经实施了反包围。来了，进去吧。
进来。旅长，你们出去吧。是。各位，坐吧。哎，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演习没结束，胜负还没裁决呢，这交战双方就坐下来喝水洽谈，这难道要握手谈和吗？司令员，距离演习结束还有10分钟。参谋长，你看这要不要现在就通知演习结束？哎，按要求规定，不能提前，也不能延后，0点就是0点。对，看下去，也许是鸿门宴。把声音大一点，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各位辛苦啊！你们909旅呢，从东南沿海千里迢迢地赶到我狼山基地，这一路上兵马劳顿，而我呢，却是以逸待劳，有失远迎，实属无奈。哎，对了，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啊，我没到第1战区的时候，我就听说了，狼山的山泉水甘甜爽口，品尝之后呢，果然是名不虚传。所以今天泉水一杯，以表心意。韩鹏，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俘虏了。说句心里话，我是真想当一回你的俘虏，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演习结束的时间。哎，对了，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了，你们红军的特战队已经被我们被我们款待着呢，啊，不用太担心。你是不是让我给打糊涂了？是我攻上了你的535防线，是我攻进了你的指挥所，你还有什么可说的？韩鹏，你凭什么在喇叭里胡说八道，说我想升官啊？你没有这种想法吗？嗯，你们集团军的李副参谋长调走之后，你没有想接替他的位置吗？有，谁都有进步的要求，但你怎么能用这种手段来煽动战士、蛊惑人心呢？还有，你怎么可以用金钱来收买腐蚀我军干部战士？你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也是十分拙劣的。那说明我的宣传手段对你们产生了效果呀，否则你不会着急的呀。不是一般的影响，是很坏的影响，是瓦解军心、动摇斗志、削弱战斗力的恶性宣传。但你别忘了，你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员，山豹旅也是党领导下的军队。当了几天蓝军司令，你还真把自己当反动派了。你说对了，现在坐在你面前的不是你的战友，而是你的敌人，死敌。你错就错在一直把我当解放军，你永远都不相信敌人随时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有什么资格给我上课？楚旅长，你这一路上被我的心理战打得丢盔卸甲，你的炮团呢，不到10分钟就被我的远火彻底摧毁。你怎么还在我面前摆这个王牌旅长的架子呀？我念在你啊，想把这个演习打到底，才让你进了我的指挥部。现在离演习结束还有1分钟的时间，也算你突破了535防线，就算你已经攻进了我的指挥部。如果你想得到这场演习的胜利而满足你的虚荣心的话，没问题，我现在可以让我的战士缴械投降。兄弟们，我们祝贺909旅楚旅长凯旋而归，祝贺楚旅长
荣升副参谋长。韩鹏，韩鹏和童飞最终放了楚占刚一马，不失为大格局思维，让我看到了山豹旅这支雏豹在专业化蓝军道路上正一步步走向成熟。但楚占刚和909旅的表现实在有些差强人意，不，更确切地说是不如人意。震惊之余，不得不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占据陆军的这2支主战劲旅，接连败在了一支年轻的专业化蓝军手下，这种现象太可怕了。如果山豹旅是一股真的来犯之敌，这个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难道我们的队伍就这么不堪一击吗？当然不是。那问题究竟又出在哪里呢？演习结束了，谁赢了？没有结果，这叫什么演习啊？各种议论都有。议论什么？楚占刚败了，首长什么态度？只有掌声，掌声是褒奖。针对演习过程确实精彩，等首长的奖杯出来就知道了。楚旅长，演习过程我都看过了，你在最后关头带领部队攻上535防线，攻进蓝军指挥所，这种精神实在让我感动啊！是吗？楚旅长，你指挥过的每次演习，我都没落下过吧？要不说你是军内资深记者了。你和王可征旅长都是我的老朋友，可王可征跟你的状态大不一样。好，那说说，我们俩跟同一支蓝军对抗，没有可比性。王旅长这一次真是太失水准了，而你在面对这么不讲规则的对抗中，能够表现出临危不惧、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敢于胜利、善于指挥的精神和意识，我认为你表现出了新时期一名高级指挥员的精神风采。过奖了。楚旅长，我采访过全军很多次军事演习，但这次演习的模式跟以往有很大的区别，出现了一支专业化蓝军部队。我很想知道你对这种对抗演习的模式，或者说是对这种专业化蓝军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你呀，应该去采访王可征旅长，他是第一个跟山豹旅交手的，感触比我深。可王旅长拒绝了我的采访，为什么？可能是这次的失败对他的打击过大吧。不会吧？哎，参谋长，我跟政委的意见是啊，这次演习啊，就不要集中讲评了，各部队呢带过去，自己进行总结，就山豹旅前后2次作战，分别做出2份详细的战法分析报告，要有思路，有磨练，有战术，有战法，以及演习成败的经验教训，主观和客观的认识。我想让山豹旅的2位主官把这2份报告啊亲自交给808旅和909旅，然后让他们主动的把这次蓝军的底也交给对方，这样的话有助于他们双方之间的学习和交流。哎，政委，你的意思呢？好啊，胜不表扬，败不指责啊，找差距，找不足，找原因，当成808、9092个旅的首要任务。哎，等等。
他的表现或感想也没有说服力。他所指挥的红军在蓝军面前几乎就是不堪一击，而你却不同。你跟这支蓝军对抗，打到了最后1秒钟，虽败犹荣啊！我不认为红军失败了，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攻上了535高地。可导演部认为，红军最终并未占领535防线。那就是规则模糊不清的问题了。但红军尽力了。有目共睹啊。但是也有人说，909旅是在跟半个山豹旅对抗，就像下象棋，对方是在让你一直车或一直炮的前提下。哎呀，朱轩老七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在此之前，我对这支部队，对韩鹏这个人，听都没听说过。是啊，信息不对称也是一种不公平。暂且不论胜负，我倒是很想听听你这位亲身经历者的感受和看法。我认为这种专业化蓝军的设置不具有值得推广价值，因为它的许多方面都超越了竞赛原则。如果我们踢足球，允许抱着球跑，那这种比赛还能看吗？这个比喻很形象啊。作为假想敌也好，模拟外军也好，山豹旅作为一支试验性的军队出现，用于探索训练方法的改革是可以的，但要符合国情军情。那么你认为山豹旅的出现不符合国情和军情？我们不能丢弃我们的光荣传统。训练中的问题，我们要正面教育，正确引导。训练改革的转变，不可能靠一支所谓专业化蓝军胡作非为的搞些偷袭和欺骗伎俩，而巧取胜利就能转变的。说的有道理。其实我跟你一样，有同样的感受啊。适配一下。司令员同志，909旅旅长楚占刚等候演习假面，请指示。楚占刚同志，这次演习就不讲评了，各部队带回去刺激总结。尤其是你回去之后呢，一定要针对这次演习暴露的问题认真思考，败在什么地方。首长，您认为我们打败了？你认为你胜利了吗？你指挥的红军虽然是比王可胜表现的好一点，但是出现的问题本质都是一样的。你不认失败也可以，但是总得思考问题吧，思考未来如何打赢。哎，昨天晚上的建议十分有效啊，成功的摧毁了红军的炮团阵地。还是旅长的决断赢。哎，我是来听建议的，不是来听拍马屁的啊！说说你们的意见。旅长，我觉得您不应该改变攻击红军首脑的命令。是的，在战场上机会只有一次，果断是一名优秀指挥官的基本素质。而你，惹毛你。这个我承认，但是决定这个手下留情的是咱们的佟政委。政委？为什么？我们是蓝军，不是敌军。演习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打赢，
而是要发现问题。我看楚旅长未必领情吧。这个呀不重要，只要达到双赢的目的，这场演习就没白打。不对吧？应该是2个红军旅双败。旅长说的双赢，不是输赢的赢，而是要赢得经验教训，赢得理念更新，看到不足和差距，发现训练中的问题，找到提高战斗力的方向。太理想化了吧？我觉得有点一厢情愿。我敢说，王可争还有楚占刚没有一个会服气的。不服就对了。哎，咱们是军人嘛，咱们身上就得有这种不服输、不怕输的勇气。如果因为这么一仗就认栽了，我还真瞧不起他们呢。你这是怎么了？哎，吃吧。蓝军出击显神威，战区陆军专业化蓝军部队首战告捷。刚刚组建仅半年的山豹旅，是我战区陆军第一支专业化蓝军部队。在刚刚结束的决战2017实兵对抗演习中，以半个旅的实力，连续击败号称华北虎陆军第808旅和号称华南虎第909旅。山豹旅旅长韩鹏在采访中告诉我们，看报纸了，他韩鹏牛什么呀？只要再让我遇上，看过就行了。哎，参谋长快回来了，咱们先研究一下演习总结的事吧。政委，总结的事儿你就一手抓起来，好吧？你没事了，我能脱得了干系吗？啊？可是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好总结的。说实话，我刚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和你一样，心里也不是滋味。我也摔报纸，可摔报纸能解决问题吗？你就是来批评我的是吧？我是批评我自己啊。后来我把报纸捡起来，一连看了好几遍，还能看得下去？我告诉你，我看了开头我就想骂人。哎，这就是你不对了，你都没看完，你怎么能骂人呢？你有什么感想？说实话，我觉得这篇报道还是比较真实的。哎，正好，你有感想，你总结，好吧？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是打了胜仗，你总结起来比谁都积极。要不说饺子舅舅越喝越有。旅长啊，老王，论年龄你是我的老大哥，咱俩搭档都快3年多了吧？从我到808旅的第一天起，你就像老班长一样，教我带兵的经验、指挥的艺术、组织管理的方式方法，我从你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啊，也确实感受到808旅的光荣历史和传统。老何，老何，别说了，你跟我绕这些弯子没用。我到现在我还想不明白，但是咱这总结啊，一定得搞，要不在首长那儿交代不过去。哎，既然你想通，就按照你的意思总结，你就代表我啊，你的总结就是我的总结，是吧？你写完了，我签字，行吗？旅长，要是这次打胜了呢？那这总结就好整了，训练、管理、指挥啊，战术、技术、后勤保障，还有这个高科技手段、信息网络、政治思想，还有文化娱乐，哪一块抓出来，那都有文章可做呀。可是这次我们是败了，败了，你哪一块拎出来都能抖出一大堆问题，对吧？没错，我们以往就是这么过来的啊。有了成绩，就像盛满鲜花的篮子啊，鸡毛蒜皮插上去都灿烂；出了问题，就像只垃圾桶，随便捡出一块都臭不可闻。难怪你是我的政治委员。但是我认为这次咱不能这样了。政委，那你说该怎么样？不谈成绩，不谈失败，先解决观念问题。政委，这就有意思了。你说我当了3年的师参谋长，
师改旅后，我又当了3年的808旅旅长，怎么突然间观念出问题了？这从何谈起？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各位，是这上面说的吗？上面是点到了，更多的是我的思考。那我好好看看去，好吧？哎，不过最近也不光都是坏消息，也有好消息啊！别逗我玩了。哎，一条正式的命令已经下达到集团军了。真的？是啊，听谁说的？政治工作部前主任刚刚给我打过电话，马上要调你到集团军任副参谋长。6年的复试总算快熬到头了，我先预祝老哥进步啊！这样，晚上到我家啊，咱哥俩啊。哎，旅长，我先走了。这报纸好好看看。这位，放心，我标点符号都不会放过。报告，进来。很急吗？这份内参参谋长让我给您送来，希望您能够先看看。内参什么内容？一位资深记者向上级首长写了份内参，对战区陆军建设专业化蓝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好，我马上就看。啊，给参谋长请进来。是。对于近期第1战区陆军组织的一次实兵对抗演习中，出现的一支试验的专业化蓝军部队，在与红军对抗中，利用红军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意外取得胜利。参演官兵对这种取胜表示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不伦不类的训练方法，是盲目效仿西方，哗众取宠。搞这种所谓专业化假想敌，和以前的红蓝军对抗演习并没有本质区别，但组建这样一支所谓试验性部队，耗资巨大，监管缺失，军纪不严，淡化了政治思想工作，乱了光荣传统，乱了训练大纲，乱了体制编制，乱了军心民心。参谋长。你看看，这是那个资深记者朱娟写的吧？对，在基地的时候，我跟他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他对于我们组建专业化蓝军的做法不太理解，没想到他把这个东西还反映上来了。他这个质疑啊，不能说是不对，但的确是代表了一些人的思想和观点。来，请坐。这儿也有一些意见和建议，都是看了这位资深记者的内参，有的是在这份内参的影响下发表的看法，也有的是参加这次演习部队的同志的现场观感。这个山豹旅一出山，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也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呢，在添油加醋。有人就说了，如果专业化蓝军部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红军，那还要正规部队干嘛？再建几支韩鹏式的山豹旅不就行了吗？还有呢？还有人认为，如果将来的演习都跟韩鹏的部队一样，可以胡作非为的话，那部队还搞什么正规化训练，还搞什么政治思想工作？更有人认为啊，韩鹏的所谓蓝军不败，无非就是战区陆军首长给他撑腰，有特权，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要是给我同样的条件，我也能答应。不光是反对意见吧？当然了，这里面也收到了几位集团军的领导和训练基地的干部的一些来信和来电。大多数赞同者认为啊，蓝军出击
击中了要害，暴露出我军现存训练模式手段的陈旧、老化、观念滞后，认为专业化蓝军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就是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那也是正常现象。希望能够坚持下去，不要因噎废食。走老路容易，创新嘛，总是有一定的风险。我也收到了其他一些战区陆军领导来的信呢，你看看吧。上面写着，这种尝试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是指专业化蓝军建设。但是可否考虑步子迈的是不是太大，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跃进，不利于训练的改革。而且呢，在我们的常规的模式化当中呢，没有到了那种不可救药的程度，可否考虑常规演习和专业化蓝军对抗的结合和互补？这个建议很好。其实这忧患意识不仅是在演习对抗中强调，而是在干部培养当中提倡的。去推行战斗力的生成模式的转变，新型战斗力的培养，不仅是首长们的意识，也是咱们官兵们的共同认可。要说这次演习有成果，那就是暴露了问题，而且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一些部队的主官还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与专业化蓝军对抗的目的和意义，还停留在斤斤计较谁输谁赢的层面上。所以这个状告信呢，都奉到我的案头上了。政委呢还有一些，我们的目标不能变，这条路我们一定要走下去。我跟政委有个想法，战区陆军的领导分头到各个部队去，听一听我们官兵们的意见和想法。喂，你好，是808旅值班室吗？是啊，你是哪位？我是孟环南呐。请问你是哪位呀？是老首长啊。报告首长，我是808旅参谋部的金参谋，请问首长有什么指示？是这样，我给你们旅旅长王可征打电话，他一直不接，给何政委打电话他也不接，是不是他们都不在旅里呀？首长，旅长和政委最近在训练场，请问首长有什么指示？我马上转告他们。那好，请你转告王旅长，让他抽空给我打个电话。是，首长。请问首长还有什么指示？没有了，就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谢谢你，小同志啊。这小子是不敢给我打电话呀！不行，我要再不去收拾收拾这小子，808旅还不知道让他会糟蹋成什么样子。硬得起输不起的家伙。刘参谋，到。我去一趟训练场啊。什么事儿这么急？是咱们808旅的第一任师长孟老打来的电话，他肯定是有什么急事要找旅长和政委。孟老？哪个孟老啊？就是老师长孟淮南，咱们808旅的第一任师长，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了，离休前是咱们原来的军区副司令员。他要不是有什么急事是不会通过这个内线打到咱们值班室来的。对了，如果有什么急事的话，你打我手机啊。好。
三洞沟，三洞沟，注意队形，注意队形。我们魔女外军呢，其实也是在学习外军。外军多年打仗，有作战经验，而且这些作战经验呢，也是从重大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外军的战法训法更新速度很快，是不断适应战场变化而得来的，所以很值得我们学习。模仿就是一种学习，不懂就学，学会了变成自己的东西啊。在军事领域中，外国人对我们实行封闭情有可原，因此学习外军、了解外军战法，就是我们专业化蓝军旅的一个特殊的使命，把外军的经验转化为让我军部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支外国的军队，作为对抗学习的敌军和对手。所以你们敢在演习开始就把我的旅部给偷袭了，断了我的后路，这些都是从外军学来的吧？其实这种战法呀，并不新鲜。你呢，只不过把演习当做一种竞技比赛了，太严守演习规则了。你想，你心里面只顾着535防线吧？你缺少的是战争规则和战场思维。战争规则、战场思维，其实就是不讲规则。不讲规则，你好好想想，世界上那么多战争，哪个发动战争的国家他讲究规则了？就像你打我那拳一样，我是想了，对手会和我一样遵守规矩，结果我呢是能防不防，有防不防，挨打了吧？韩旅长，别再提这事儿了。其实，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去思考，从国家利益、从军队使命来考虑，那就不是个人挨一拳的问题了，将是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受到损失，国防安全受到威胁，国民经济受到损失。我们能防不防，能防未防，那就是我们军人的失职，军队的无能。哎，王旅长，其实啊，我也不是为这个违规叫好，只是拿这件小事呢来说明一下，战争有战争的特殊规律。如果用体育竞技比赛的规则来套用战争，那没有不吃败仗的。我明白了，你说的战场思维，就是让我们跳出已经习惯的演习思维，告诫每一位军人，是今天就有可能发生战争，而不是明天。是的，作为军人，我们必须以战争的名义去思考一切问题。以战争的名义，说得好啊，韩旅长。哎，我能不能再看个部队？没问题。郝参谋长，到，带着王旅长去好好参观参观。是，再见。再会。嗯。能绕过去吗？不用，直接冲过去就是了。哇，好啊，郝参谋长，有点意思啊，是吧？就是战场在局限了，装备火力用不上了。城市作战是未来战争的主要形式，尤其是陆军的作战形态。这里的各个街区和楼宇间的攻守对抗、楼房结构、院落布局、地下涵管、商铺住宅的暂时运用，
城市狙击作战的新战法研究，这些都是现代和未来战争经常遇到的课题。我们的训练呢，就是针对未来战场而设计的。山豹旅的训练呢，与外军训练原则相似，训练像打仗，打仗像训练。你说什么？训练像打仗，打仗像训练，训练不就训练吗？我们要求训练就跟真打仗是一样的。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只是我们的日常训练课。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训练，战士们到了战场上才会感觉和训练中很贴近，心理压力小，打仗跟训练一样轻松。有意思。旅长，一边好。那意思。王师长，走走。为什么不把对面的狙击手干掉？你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藏身之处。这就是城市战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城市战的伤亡率是非常高的。有点意思啊。肉眼是不可能发现深藏在高楼内的敌人的。王连长，跟我来。王连长，你看，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系统的热成像技术，对整个楼房进行多方位扫描。你看，这个光点呢，就是刚才这名狙击手，他现在正在向上层移动。怎么才能消灭他呢？
现在还消灭不了他，因为他现在呢，至少与我们之间隔了2层墙壁的距离。只有等他再次靠近我们这面的狙击点时，人和枪才会暴露在最少防护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去锁定他。哦，厉害啊！哼，有点意思啊！这都是我们旅长设计的，不错。到了，到了。跳。同志们，欢迎王旅长到山豹旅来参观指导。佟政委太客气了，请把您的食指在这儿扫描一下，门才能开。我的食指？对。哎，这里怎么会有我的照片信息？我从来没有在你们这输入任何信息啊！我们的信息侦查中心已经通过别的途径把您的身份信息采集到了。哦，请进吧。好。王旅长，我们曾经是对手，知己知彼是赢得战争的首要任务。我们对你和何政委的相关信息做了收集。要不然你也进不了这座指挥中心。是吧？我的血压都测出来了。是，你现在的血压有些偏高，可能是刚经过城市战训练场时有些紧张。好多年没有经历这些了，真是又激动又兴奋还紧张啊！这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韩旅长。好，韩旅长，王旅长。没想到你的指挥所是这个样子。这个呀，是全数字化的指挥中心。每天的训练情况可以在这里实时看到。来，您看看。郝参谋长，给王旅长介绍一下咱们全数字化指挥所的情况。是，在这里可以对全旅各兵种、各专业和不同岗位进行自动考评，各班排和单兵个人也可以从网络系统回放复盘，查看自己当天的训练情况，总结训练中出现的问题。这套指挥训练系统比以往传统的训练方法能提高200%的效果。能提高这么多呢？是的，这套系统呢，其实就是我们全旅实力的大数据库。士兵从入伍第一天起的训练情况，包括体能、体质、心理素质、技能参数等，全部录入大数据库，以供随时调出用。如单兵技能达到某一级别的标准之后，就可以自动晋升到更高级别的科目训练，而不用与还未达标的士兵继续重复初级和低级的训练。因此，能帮助士兵在有效的服役期内合理调整训练强度和技能难度，对提升单兵作战能力、合理部署兵力都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哎，这个片子我好像刚才在哪看到过。王旅长，这就是刚才您和郝参谋长一起经过的城市巷战的训练场，每天的课程在这儿都有记录，每一个战术动作都是要讲评的。现在画面显示的是我们特战大队2大队的攻防训练。刚才你们经过的时候，是1大队在训练。呀，坏了！我刚才狼狈的样子，你们是不是都看到了？第一次进入我们城市战训练中心的人呐，都会吓出一身冷汗。我们这个呀，可都是真枪实弹的训练。是啊，听出来了，枪声炮声都很实在。这么搞训练不安全吧？万一出事怎么办？这个你放心，安全措施完全可靠。一旦有不安全隐患，系统会自动报警的。不过，像刚才王旅长那样镇定自若，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我不信您自己看看。像个战场的样子。你能如此淡定自若，确实值得佩服。我是上过战场，达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批冲上敌人阵地的。第一次上战场遇到的第一个敌人不是对手，恰恰是我自己的恐惧。一旦战胜了恐惧，也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王旅长，要不要休息休息？不，带我参观一下你们山豹旅的军事馆吧。王旅长，我们这支部队组建还不到1年，哪有什么历史可言，更没有什么光荣的传统可以记载呀。你们出山第一仗就把我们808旅打败了，接下来又战胜了909旅，这个战绩还不辉煌啊？其实这些对我们蓝军来说是一种悲哀。悲哀？是啊，我们也是解放军，我们是陪练，也就是磨刀石。陪练的任务就是让我们的战友提高战斗力，好去战胜真正的敌人。可是我们的战友连我们都打不赢，这样的胜利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们只是一支假想的敌军，连假想的敌军都打不赢，那碰到真正的敌人该怎么办呢？你说的有道理，是值得悲哀，是我的悲哀，是王可贞的悲哀。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荣誉可言，也不用建立什么荣誉室、军事馆。那你们怎么搞传统教育啊？我们在网上建立了一个虚拟的军事馆。虚拟军事馆？这我还第一次听说啊，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你看，这不是跟我们808旅历史一样吗？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啊！没错，这就是808旅军事馆的资料。我们山豹旅虽然没有历史，但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让官兵时时刻刻牢记，我们山豹旅虽然是一支专业化蓝军，但同样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中的一支建制部队。我们呢，也常跟官兵讲，虽然我们平时穿的是外军的衣服，手里拿的是一部分外军的武器，但我们还是一个绿皮红心的萝卜，心永远是红的。我们旅的传统教育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把808旅、909旅的老大哥部队的光荣历史作为我们旅的传统教育的基础课，制作宣传片，设置网上军史馆，让官兵们了解我军的光荣传统，不忘入伍初心，教育官兵继承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报告旅长，3分队已经在左翼登陆，20分钟后迂回到107高地一侧，与机降的特战大队会合。怎么不和陆航协同好呢？啊，直升机比坦克早上了3分钟，3分钟，敌人就可以重新组织起火力。我和他们沟通了，可是干扰太厉害，我想告诉他们，今天的海流有变，让他们进入的时机推迟5分钟，可怎么喊他们都听不见。电台里全都是杂音，马上去解决问题。是，已经安排人，正在解决。旅长，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你知道吗？怎么？你带手榴弹来了？808旅王可贞把韩鹏臭揍了一顿。听说打得还不轻呢，浑身多处骨折，已经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了。听谁说的？我的消息一样灵通啊！还有，王可贞因为受处分，本来都提了军副参谋长，命令都宣布了，结果又收回去了。你这个版本啊，内容基本属实，但夸大的成分多了些。2人弄了场散打，
山豹旅参谋长郝建国和旅长韩鹏2个人没打过808旅旅长王可正。韩鹏被打得鼻青脸肿，回旅里休息了3天。王旅长提集团军副参谋长的命令，是因为上次演习受处分而推迟宣布。这是官方的。转弯法。王可正这次可倒霉了。其实啊，我也想教训教训韩鹏那些人。哎，可是咱们不能犯王旅长那种鲁莽行事的低级错误，你说对吧？对，太对了，旅长啊，这一点我要向你好好的学习。学什么？你看，你对韩鹏总是异乎寻常的热情，而且你能化敌为友，你又那么谦卑，那么虚心，一点架子都没有。要是我啊，真的很难做到。啊，是吗？是啊，而且谁都说不出道不出什么，还显得我们诚恳主动。他到机场，你还亲自去送我，这是多高的人！东拐，训练结束后，把部队直接带回。小梁子，到，把旅长的吊钩带上。是。旅长啊，你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总是那样有风度、游刃有余，我真的要向你学习很多年呀。不用学就会。韩鹏他们是在执行战区陆军首长的指示，虽然我们并不欢迎他们，但还要落实首长的指示。该欢迎欢迎，该请客请客，该送行送行。礼节也是一种文明。别看他们级别不高，但来头不小，跟他们较劲。他送材料我收下，他说啥我听啥，有用的我就吸收，没用的我就不用。哦，对了，韩鹏他们上来就抓信息情报，这招确实狠，也确实高明。我在情报部门专门成立了一个猎豹小组，把韩鹏所有的资料都储存在了数据库，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山豹旅再次对抗，估计要轮上恐怕也要2、3年了。那就先秘密准备着，轮不上算韩鹏运气。一旦时机来了，精准打击，定点清除，怎么也得让韩鹏当一回909旅的俘虏。对，副总来了，副总来了。别急，很有可能是条大鱼。够大的。跟你说了，旅长不让动，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旅长还没吃饭呢。你去跟食堂说，重新弄份饭菜啊，旅长最爱吃的猪头肉，一定要弄点。是。政委，你来的正好，你不来呀，我也找你去。这顾我干啥呀？政委，我想让你来救我。
你说胡话呢吧？我前天来找你，你不开门，说什么我要看资料，不能打扰，现在又让我来救你，你知道吗？我掉深渊里去了，政委，真的。哎呦，你赶紧去洗个脸吧，整利索点啊！我跟你说正事。去呀！哎呀。荣誉过剩，让我们固步自封，盲目自大，让我们封闭了自己的耳目，根本看不到，也看不清什么是新军事革命的大潮，看不到未来战争的危机就在眼前。这次失败败得好，没有这次失败，我也许还在继续堕落。如果不是这次失败，808旅也许永远迎不来真正的春天。我自己掉进了深渊几年，又把部队也带进了这个深渊。哎呦，从深渊里爬出来了。怎么，看我写的东西了吧？看了，不错，挺好的。虽然语句不太通顺，但是意思蛮深刻的。行，有政委你这句话，咱俩算达成共识了啊。哎，你要我救你什么呀？啊，我做了一个梦，真的梦。当时我带队攻上535高地，正高兴着呢，韩鹏走过来说：“你也不往身后看一看。”我当时看了一下，没想到535高地上有一个大的天坑，看不到底。韩鹏过来说：“不让你上来，你非得上来。”说完，啪的推我一下，我掉坑里了。越掉越深，怎么掉都掉不到底啊！我当时，我喊我都喊不出声来。醒了以后，就写了这篇文章。没写完，都是些支离破碎的想法，我怕回头给忘了，就先写下来。但我想起了你说的那句话。我说什么了？观念。要是观念变了，好多看法就变了。怎么变的？我觉得我有点恬不知耻。不至于吧？真的，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耻辱了。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在全旅上下开展知耻教育，在官兵中树立知耻而后勇思想，号召全旅要卧薪尝胆，重振808旅雄风，把我们的失败原原本本的告诉全旅官兵，发动官兵查问题，找出路。原来你把自己关在这里3天3夜，在这修行呢。政委，不修不行啊！山报里这东西，我看了3遍，整整3遍。第一天看了1遍，我出了一身冷汗；第2天又重新看了1遍，后脖梗子发凉啊；第3天再看，我是一身热汗，浑身发烧啊！我就明白了，我为什么败了。